现代量子力学的研究成果为我们提示了这样一个事实：世界上的万事万物都是由能量构成的。我们眼睛所能见到的物质都是由小到几乎等同于无的粒子组成的，它们以各种不同的频率高速振动而形成的能量场。各种物质其实都是不同振动频率的能量。我们一直都在说，生命中最重要的就是能量。那究竟什么是能量？如何才能拥有源源不断的能量呢？现在我们就来探讨这个话题。这个影片有点长，但耐心看完，一定能让你感觉到心灵涌起的力量，让你变得很健康、很快乐、很有钱。如果你对如何通过增强能量彻底改善人生感兴趣的话，这条视频一定不要错过。生命中能量的语师。我想把一个秘密告诉大家，一个天大的秘密。人心在充满慈悲心、包容心的时候，时空的能量会源源不断流入你的身体。当你打开智慧之门，你获得的能量将超乎你的想象。当一个人真正发一个大的善愿后，他会在瞬间得到无限的能量。反之，当你内心充满怨恨、恐惧、无奈、嫉妒、烦恼的时候，你的能量会迅速流失，加速衰老与死亡。尤其是恐惧，它会让你的能量顷刻间丧失殆尽，失去生命。知道了这个秘密，你该知道如何让身体健康，如何消除疾病了吧？这一切必须是发自内心的，绝对不能是装出来的。虚荣心也是极为消耗你的能量的。人在说谎的时候是很消耗能量的，这一点你必须知道。凡人修什么？修健康长寿、快乐幸福、增长智慧，内心充满安详。贪心的后果，如果你注意观察世人，你就会发现，贪心重的人往往一得病就是一个大病。贪心重的人，他们往往很容易生起严重的嗔恚心，也就是很严重的恶念。而心态平和、随遇而安、知足常乐的人，有病也都是一些无关紧要、不痛不痒的小病。所以你身体的好坏、病得轻重，往往取决于你恶念的程度。对于很多病人，当你改变了贪心、怨恨心的心态后，你会惊喜地发现，你的病也不知不觉消失了。我们的宇宙充满着能量，这个能量是带有信息的能量。这些能量在变成物质的时候，就会带有原来的信息。所以，不要以为我们的心念不会对自然界产生影响。等到这个世界充满的怨愤不平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，自然界都会发生大的变化。现在的地震、旱灾、水灾频频发生，人们是到了该检讨自己的时候了。我们居住的空间是一个充满能量的空间，同时也是一个充满各种信息的空间。人类要想使世界和平安宁，就要从改变自己的起心动念开始。多一个善念，就是向空间提供了一份善的能量。善念多了，大自然也会给我们带来风调雨顺的环境，我们就会有一个健康的身体
和一个和平安宁的世界。反之，多一个恶念，空间就多了一份恶的能量。恶的能量聚集起来，带给我们的就是疾病、战争和自然灾害。三，生命的本质，宇宙的一切说透了，就是信息、能量、物质，周而复始的运动变化。物质是看得见的，能量是能够感觉到的，但是不是所有的人都能感觉到能量，这和个人的修为有关。物质是能量聚集的结果，气是物质释放的能量，这是现代人，包括科学家对生命物质现象的最根本的归纳。也就是说，能量和物质实际上是一不是二，但是物质也好，能量也好，它们不可能单独存在，它们都承载着一定的信息。实际上，这个世界的基本构成就是能量加信息，这个最基本的道理你明白了，你再看这个世界上一切的事情，就如同1+1=2一样简单了。而物质和能量的转换是由缘所决定的，缘聚缘散，决定了能量的存在形式。任何能量、物质都是信息的载体。物质、能量可以认为是中性的，是万物共有的本质特性，而信息就不同了，是分别一切物质的标识。正是因为它的不同，才导致了大千世界的千姿百态。从微观世界来讲，这个世界上没有完全一样的东西。对于看得见的物质所承载的信息，绝大多数人都能感受到，比如我们吃的食物、用到的物品等等。四，建造一个充满祥和的能量场。我们很多人都有这个经验，就是你到一个陌生的家庭或单位的时候，如果你有足够的感应能力，你就会感受到这个家庭或单位是否和谐。这是因为在这个小空间里聚集着人心念好坏的能量场。这个能量场不仅影响你的心情，更能影响你的健康。还有，在与陌生人之间交往的时候，我们很多人也会有这个经验，就是有的人会给你很舒服的感觉，让你很有亲近他的念头，而有的人就会让你很紧张，也很不舒服，一刻也不想和他在一起。其实这些都是和人的心念有关。很久以前的时候，有些德高望重的老中医，他们有着菩萨一样的心肠，病人到他那里不用吃药，病都能好3分。为什么？就是这个充满祥和之气的能量场，让病人感到心情舒畅。心情舒畅，病自然就会退去。而现在，大多数的医生不是想着如何让病人减少痛苦，而是盘算着怎么才能从病人的口袋里多掏些钱出来，好让自己拿的回扣能多一些。这就是现在人之所以看不好病的其中原因之一。所以今天我们无论在单位还是在家庭，首先要知道心念的重要性。善念感召的是健康和吉祥，恶念感召的是疾病和灾难。这绝对不是迷信，而是实实在在的科学。5. 如何获取能量？实际上，整个生命的过程就是能量的获取与释放的过程。除了从饮食中获取能量外，
其实很多人不知道，我们还需要从虚空中获取能量。这个能量的获取，其实说起来也很简单，就是虚、静二字而已。虚极静笃是道家修炼的最高层次，在这个状态下，天地的能量可以随时为我所得。首先你要静下来，静下来代表你开始减少能量的消耗，而虚才能开始从太空宇宙中吸收能量。而能吸收到什么样的能量，则取决于你的内心。你有什么样的内心，你就会感召到什么样的能量。这就是同气相求，物以类聚的道理。6. 智慧是什么？智慧其实也是一种能量，而且是高级的，看不见的能量。一个人能力的大小，其实起关键作用的还是他的智慧。这就是伟人为什么会有那么大的号召力，为什么他们做事就能成功的根本原因。他们的内心蕴藏着无穷的智慧，他们是心念一动，就会调动大量的能量来帮助他完成所要完成的事业。智慧能量的来源需要我们能虚极静笃来从天地吸取。一个静不下来、虚不下来的人是不可能有什么大智慧的。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，一个人拥有的能量大小是和他的心量完全成正比的。他的心量有多大，他吸取的能量就会有多大。能量越大，能力就越强。7. 能量与消耗。通过以上，我们可以知道，一个人的成功离不开他内在的能量。但同时，我们也应该知道，做任何事情的成功都需要付出能量代价的。其实，无论是生命的过程，还是做任何事情，都是能量的收放过程。我们说，当一个人运气好的时候，他往往做什么事情都容易成功，因为这个时候他内在的能量是充足的。但任何人的能量状态都是在不断变化的，我们要善于把握时机，该干的时候干，不该干的时候就要韬光养晦。8. 起心动念皆是能量的消耗。我们的能量消耗主要是通过起心动念消耗的。你每发出的一个念头都是通过能量的消耗来完成的。佛道为什么强调心要清净？其实就是要你减少起心动念，减少能量的消耗。一个人命的能量构成，我们知道生活在现实当中的人，每个人的命都是不同的。命看起来复杂，其实说透了也很简单。从能量的角度讲，一个人的命无非就是由体能、慧能、德能3部分构成。再细分的话，德能是一个人能量的树根，慧能是一个人能量的树干，体能是一个人能量的枝叶。一个修炼人修，也就是修这3个方面。9. 身体中能量的传递通道。很简单，身体中血管就是能源的传递通道，经络就是能量的传递通道，神经就是信息的传递通道。经络为什么会不通？为什么会痛苦？经络不通，从根本上讲，其实就是心里有障碍了。心有一处不通，则身体就会对应有一条经络堵塞。心是掌管信息的，而信息和能量
是不可分割的，所以能量通道堵塞了，首先要从心来调整。一位德高望重的老道长就曾经说过，一个人他每一个痛苦都有一个罪恶与之相对应，心里的罪恶不除，痛苦就不可能解除。那么什么东西会堵塞我们的心呢？怨恨、恼怒、烦、贪淫、邪恶，这些就是堵塞我们清净内心的罪魁祸首。所以我们要解除身体的痛苦，必须保持一颗无私无欲的清净心。什么是病？可以说，病就是承载了不健康信息的细胞聚集的结果。这些不健康的信息，有的来源于我们吃的被污染了的食物，但更多的往往是我们不净的念头自己污染了我们的细胞。当我们年轻的时候，我们的精力充沛，我们分解细胞的能力也很强。虽然细胞被污染了，但我们还有能力去分解它，所以我们身体内的不良细胞数量也有限。外在也显示我们很健康，但是当我们吃进越来越多的承载着恶的信息的食物，喝着被污染的水，呼吸被污染的空气，还有那些所谓治病的药物后，我们身体就会生产出越来越多的不能被我们分解气化掉的恶细胞。这些承载着恶的信息的细胞不仅大量吸收消耗我们体内的能量，而且还会积聚起来，慢慢堵塞我们的经络，堵塞我们的血管通道，最终我们的身体病了，坏了。等死了后，依靠大自然的外力才会慢慢化掉我们这些病态的细胞。但还有一个道理我们必须知道，就是往往一个人越是小心谨慎，越是怕受到污染伤害，那他可能就会受到更大的伤害。为什么？其实一个人如果他有足够大的心量，那么一切的外事外物就很难伤害到他。坏的有毒的细胞它也是物以类聚，它们在体内也是会找到一个适合生长环境的地方聚集起来，聚集到了一定程度，我们就会感到不舒服，这时我们就病了。以肿瘤为例，肿瘤就是有毒细胞积聚的结果。当你通过手术把肿瘤拿掉后，如果你制造有毒细胞的源头没断，包括有毒的饮食、恶的心念、不良的生活习惯、外在精神方面的压力等等，那么过了一段时间，它还是会找到一个新的适合它们生长的环境积聚起来。这个时候西医就认为是肿瘤又转移了。西医对癌的分类也很有意思，高分化、中分化、低分化。高分化的恶性程度最低，低分化的肿瘤恶性程度最高。其实说白了，就是高分化的癌细胞毒性低，相对容易被气化分解，而低分化的癌细胞就是毒性太高，我们身体几乎没有能力来让它分解。从另一个角度说说疾病，当我们有病的时候，都会感觉到身体相对虚弱，能量不足。从佛家的角度讲，人疾病的真正因是过去杀生，食中生肉所造。那么从这个角度讲，人病了，特别是那些炎症等有病灶的疾病，何尝不是那些过去的众生现在来向我们讨债的果报？过去我们吃他们，从他们身上得到了能量，
现在他们得到机会，来到我们身上，索取我们欠他们的能量，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应该心甘情愿还债。12. 信息致病原理。我们都用过收音机和电视机，如果你不调到那个频道，你就根本不会接收到那个频道的节目。相信的人就好比他的接收频道调到了那个信息的频道，所以调理师的信息就能够进到他的空间，来影响调节他的患病的物质身体。内在是用信息来对物质身体的细胞进行调理，从而达到治疗健身的作用，而这个作用的大小就取决于发送者和受用者本人定力的大小。好了，了解了这些，我们就可以接着来看我们的身体，我们的饮食，我们的起心动念。我们的身体是物质，我们吃的食物、喝的水都是物质，而且都是承载着不同信息的物质。而我们的起心动念就是信息，信息也具备能量，没有能量，信息也无法存在，所以它也会对我们的物质身体产生影响。所以心念对身体健康的影响绝不亚于物质对健康的影响。现在许多开展传统文化教育的地方，在孩子们吃饭的时候，都会在饭前让孩子们先闭目合十，对食物进行感恩，也就是怀着一颗感恩的心去吃饭。这个做法的对孩子们的身心健康会起着很好的作用。它的原理就是上面所说的道理。其实无论孩子还是大人，我们在饮食时都应该如此。这样的习惯会对我们的身心健康起到良好的作用。你以一颗感恩的心，在有食欲的愉快的状态下吃一顿粗茶淡饭所获得的能量，绝对要大大多于在无食欲无心情状态下吃的一顿山珍海味。不仅如此，我们在做一切事情的时候，如果有一个良好的心态，往往会产生意想不到的好结果。为什么修行的人首先都要清修，即要尽量减少起心动念？其实这个道理也十分简单，人的念头一动，就必定要伴随能量的消耗，念头越多越重，消耗的能量就越多越大。看看现在许多大师们，不否认他们通过自己以前的修行得到证悟到了一些东西，但现在由于他们放不下名利，整天参加各种社会活动，在追求名利的过程中，不知不觉中消耗着自己大量的能量。大千世界唯心所现，唯识所变，其实就是从根本上认识了这个物质世界的本性。如果我们能从这个角度上来看待我们对健康的认识，我们就会找到解决健康问题的本源。13. 如何疗愈身心疾病。1. 不要再生产有毒的细胞了。通过改变你的心态，别再怨恨了，别再计较了，总之改掉一切不良的心性。但这个说起来容易，做起来太难太难。不要摄取再有毒性的食物，腌制、油炸的、烧烤的、化学添加剂的等等有害于健康的食物。3. 远离空气不好的环境。空气实际上是我们需要的第一能量，它对我们健康的程度
远远大于食物和水。4. 远离让你闹心的人事环境。居住环境，给自己一个好心情。2. 增加自己的气血和能量。1. 好好睡觉。现在没几个人能按照自然规律来好好睡觉了，不好好睡觉就不能及时生成你需要的健康的血液。2. 放松身体，通过修行方法增加自己摄取氧气的能力，打通自己堵塞了的经络，血脉畅通了，摄氧能力足了，你的气化分解食物和细胞的能力就会大大增强。3. 善能生养，每天坚持行善，行善能慢慢使自己的心柔软、慈悲、有爱心，这种善的能量就会反馈到我们的身心上，自己的身心就会越来越健康和谐。人的一生终究都是苦，各种生老病死、悲欢离合、爱恨情仇的苦，一世又一世的循环轮回。只有念诵高能量的传统文化经典，例如世道儒家的经典书籍，这些都是圣贤和觉悟的大修行人写的经典，本身就具有智慧无限、能量无限、光明无限，千年传承，永不过时。读诵这些亘古千年传承下来的经典，得到智慧开悟和灵魂觉醒，才能出离这个生死沉沦的苦海，到达永离生死、究竟涅槃的彼岸。有缘人，感谢你看到最后。如果今天的影片对你有所帮助，请按个赞给我响应，回复一句正能量。当你打开智慧之门，心生欢喜的时候，你获得的能量会超乎你的想象。当一个人真正发一个大的善愿后，他会在瞬间得到无限的能量。还没有订阅频道的，请点击右侧的订阅按钮，与我们建立更深的连接，随缘加入会员，与同频之人共修福报，随喜转发，功德无量。